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欢迎收看《侃侃养生》。大家都知道，当出现胃病时，要吃胃药来调理。那俗话说，胃病3分治，7分养，所以养胃也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今天给大家推荐2种中药，没事泡水喝，能帮助养胃护胃。第一种黄芪，黄芪在生活中的应用很广泛，是一种药食两用的食材，营养价值很高。黄芪呢是补气养血的高手。除此之外，黄芪还有调理肠胃、养胃、暖胃的作用。胃不好的，没事喝点黄芪水，可以修复胃黏膜，预防胃部疾病。第二种石斛，石斛也是一种中药材，可以入胃经，有补益脾胃、抗菌消炎、清热解毒等功效。除此之外，石斛还有扩张血管、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，所以经常用石斛泡水喝，能缓解胃病，对身体大有益处。那现在有胃病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大多是由于饮食不规律引起的，所以想要养胃，平时要多注意饮食，少吃寒凉食物，这样脾胃也会更健康，让胃病远。免疫力大家都知道，如果免疫力低，人就容易生病，所以平时我们要想办法提高免疫力。那除了多锻炼，还可以常吃下面这3种食物哦。第一种，萝卜。俗话说，冬吃萝卜夏吃姜，所以冬天和萝卜很般配。抵抗力低的人可以多吃些萝卜，因为萝卜中含有辛辣的挥发物质，能帮助提高免疫力。第二种，蜂蜜。免疫力差的人，蜂蜜也是不错的选择，因为蜂蜜中含有多种酶和矿物质，也能提高人体免疫力。第3种，菊花茶。菊花茶大家应该都很熟悉，菊花有清肝明目、疏风清热的作用。那免疫力差的人，经常的喝一点，也可以提高免疫力。不管男人还是女人，45岁后应该好好的养护血管。若不想血管被堵，尽量少做下面这3件事。第一个，经常熬夜。现在很多人成为了熬夜一族，熬夜会导致内分泌紊乱，也会增加血液粘稠度，让血管收缩，所以45岁后尽量就不要熬夜了。第二个，久坐不动。长时间久坐不动会导致血液流动变慢，也会增加血液粘稠度，对血管健康不利，所以经常运动对45岁以后的人会更好。第3个，吃的口味太重。经常吃太咸、太甜、太油的食物也会对血管造成损伤，不利于血管健康，所以也要少吃。上面这3个伤血管的行为，大家最好就改掉吧。那该怎么养血管呢？平时除了多运动，还可以喝点苦荞茶、山楂干泡水，有助血管保持破半百是健康的转折点。不管男人还是女人，这时会有3道寿命坎，若你跨过去，或许会迎来长寿。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。第一个坎儿，关节病。当人过了50岁后，骨骼中的钙质会逐渐流失，这时很容易使人出现骨质疏松、关节炎、风湿病等，对寿命大打折扣。所以50岁后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，多运动，这样关节健康，人也容易长寿。第二个坎儿，血管疾病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人的血管会老化变硬，这时很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，尤其50岁以后，更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，对长寿有很大影响。若50岁后血管还非常健康的话，那么长寿也会跟随你。第3个坎儿，肠胃疾病。年纪大了，肠胃功能也会逐渐下降，如果再不注意饮食，很容易出现肠胃疾病，危害身体健康。所以50岁后要养护好胃部，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，多注意补充营养，肠胃健康，人才能长寿。所以当然过了50岁后，一定要多注意保养自己，多补充营养，适量运动，保证充足的睡眠和一个良好的心态，有助提高身体的免疫力，预防疾病的发生。这个地方颜色越深，说明血管堵得越严重，要引起重视。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舌头，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舌头。正常情况下，健康的舌头应该是粉色，没有异常斑点的。但如果舌头上出现瘀斑或者是呈暗紫色，就要小心，可能是血管淤血导致血液中的含氧量逐渐降低所引起的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，同时还有心慌气短、失眠多梦、头晕、头痛等症状，可能就暗示你血管堵塞了。而且舌头的颜色越深，也就可能血管堵得越厉害。如果再不注意，很可能会引起心脑血管疾病，对身体造成很严重的伤害。所以大家没事的时候观察一下自己的舌头，如果发现舌头颜色变深，最好到医院检查一下。
平时想要预防血管堵塞，也要注意饮食，以清淡为主，戒烟戒酒，没事多运动，这样对血管健康有帮助。我们都知道，很多男性在同房前都要洗一个澡，而有些人在同房后也会洗澡。那么男人结束后多长时间洗澡比较好呢？如果同房后立即洗澡，很可能会给心脏加重负担，引起心慌、胸闷、气喘等症状，对健康不利。所以建议男性朋友结束后休息一段时间，等心情平复，身上的汗退去了，这时再洗澡会更好。除此之外，还有2点需要注意：事后抽烟。很多人在事后会点一根烟来抽，认为这样可以缓解疲劳，让精神状态更好，却不知道同房后大脑是处于兴奋状态的，身上的血液循环和心跳也比较快。这时如果吸烟，对身体的刺激和伤害是非常大的，所以男性朋友要注意。事后马上上厕所，很多男性在结束后会马上去小便，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做，因为这样很容易给前列腺造成伤害。建议男性朋友休息一段时间再去厕所，对男性非常重要，所以男人都害怕肾虚。那你知道肾虚有哪些症状吗？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吧。第一个，经常盗汗。如果感觉到热了，出汗呢是正常的，但如果没有很热，晚上睡觉经常出现盗汗的情况，就可能是肾虚的表现了。第二个，腰痛。大家都知道，肾在腰部的位置，如果不是外伤导致的腰痛，那么就可能是肾虚的症状了，大家要多注意。第三个，怕冷。男性朋友如果在比较热的环境里，你还感觉到冷，那么就可能是肾虚了，因为肾虚会导致阳气不足，这样就会有怕冷的情况出现。肾不好的朋友，平时要多注意养肾，可以坚持锻炼，喝点养肾茶，比如黑枸杞、蒲公英根茶等，对肾脏都有保护作用。人到了40岁后，身体的各项机能都在衰退，抵抗力下降，精力也大不如从前。这时不妨常吃2种食物，让你精力旺盛，更有男人味儿。第一种，海参。海参是海中人参，营养价值很高。海参含的胆固醇低，脂肪也少，男性朋友经常吃能滋补肝肾，促进雄激素分泌，让身体更强壮，精力更旺盛。第二种，椰枣。椰枣很多人不是很熟悉，椰枣是一种很有营养的食物，含有多种对人体健康有益的微量元素。经常的吃一些椰枣，也能够帮助增进雄激素，让你更有男人味儿。除了上面这2种食物，我们身边呢还有很多养生食物，比如牡蛎、枸杞、蒲公英根、西红柿等，大家呀都可以经常的吃一点哦。常喝黄芪水，防病保健康，也就是说用黄芪泡水喝也有很不错的保健效果。那黄芪的药用价值很大，而且它的功效也不少。男人过了45岁，如果能将黄芪搭配山楂一起用，3个好处可能会悄悄找上你哦。第一，血管疏通了。当人到中年以后，血管会老化，渐渐的失去弹性。如果男性朋友平时多喝一些黄芪水，能够加速血液循环，疏通血管，预防血栓形成。第二，血压稳定了。山楂不仅可以健脾开胃，还有很好的降血脂和血压的作用。和黄芪一起搭配泡水喝，效果会更好哦。那45岁以后的男人可以试一试。第三，活血补血。气血不管对男人还是女人都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经常用山楂和黄芪泡水喝，是能够推动人体血液循环的，具有很好的活血补血的作用。不过，虽然黄芪和山楂很好，但也不是人人都能够使用的。那黄芪啊，属于温补的中药材，阴虚和湿热的人就建议大家不要吃了。而且每次最好食用量控制在16克左右。大家都知道喝酒是很伤肝脏的，但除了喝酒，男人晨起的2个行为也很伤害肝脏，希望你一个都没有。第一个，晨起喝浓茶。很多男性都有喝茶的习惯，虽然喝茶对身体好，但如果控制不好浓度，晨起喝了浓茶，这样会增加肝脏负担，对肝脏健康不利。第二个，晨起不吃早餐。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，如果不吃早餐，会给肠胃带来伤害，还会给肝脏代谢带来负担，损伤肝脏，所以一定要吃早餐。男性朋友如果想要自己的肝脏好，上面的这2个行为最好改掉。如果想要养肝，还可以通过食疗的方法，没事的时候多吃一些养肝食物，比如枸杞、蒲公英根、菊花茶、紫
甘蓝等等，对肝脏都有保护作用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唠到这儿吧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木子留言，下期见，拜拜。